今夕何夕兮，剑中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山有木须莫有之，星月君兮君不知。山有木兮莫有之，心远君兮君不知。君不知。娘娘，臣代佳妹告罪。他入宫是为了劝纪王最后一搏吧？是。是奉太傅之命。是。想来也是。她一个柔弱女子，平素里又怎会参与到政事之中？家父并不确定皇上是否真出了事，所以派佳妹入宫打探消息，再见机行事。曹大人，本宫和太子都感谢你如此坦诚。娘娘，太子天命所致，臣只是尽忠职守。曹大人想把纪王夫妇分开，实则是想保护纪王妃，可惜他执念太重，辜负了曹大人的一番心意。娘娘，他也是一时糊涂，还望娘娘恕罪。我答应过纪王，不会伤害他们夫妇，自然也不会治罪。更何况曹大人，你的所作所为，让我对曹家更放心。曹太傅真的应该感谢有你这般一个儿子。那家父……太傅年事已高，近期又都病着，应该好好静养，颐养天年。本宫会吩咐加强曹府的守卫，任何人等不得轻易相扰。臣谢娘娘。曹大人起来吧。臣以后定当竭尽所能，为太子和娘娘效力。还要辛苦曹大人好一阵子。多谢娘娘。风云色变，果真是大凶之兆。自闻皇上驾崩以来，天象一直如此。天子丧，山河哀痛。臣见过娘娘。这是苏大人自前方驿站快马传回的金漆书信。娘娘，苏大人信上所说何事？皇上自宫，明日返京。
皇后娘娘、太子殿下，臣等已护送皇帝子宫回京。跪！跪下！拜！启禀娘娘，珍妃娘娘红了。何时发生的事？上一护送稿子过去之时发现的，应是过悟空的。他也走了。娘娘，你得知皇上走了，你去见他了，对不对？皇上留下我和守义，你也这般毫无眷恋的走了啊！你们是真狠心啊！婉儿，你可知晓，姐姐还有许多话要与你说，姐姐还盼着终有一日你能走出玉成宫，而我、守义和皇上，我们就如平常人家一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吃上一顿饭。可
可如今半网已空，一切成寒了。娘娘，请节哀。娘娘，是否着女官来为陈妃娘娘更衣上妆？我亲自来。去将衣去，把食物去来。是，娘娘。熹睨二人皆有孕，只是不知谁先谁后，亦或是男是女。上天既垂照，朕便将此玉玺龙符赠予你二人。姐姐快看，这上面还有臣妾的功名和名字呢。我以后叫你姐姐可好？我又多了个妹妹。姐姐，你看，笑，姐姐。姐姐去哪里，婉儿便去哪里，绝无反悔。香儿，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自此以后，婉儿就在此安度余生，从此不复相见。你说，此生永不复见，原来真的是永不复见呐！满城缟素，国有大丧了。老爷怎么了？发生了何事啊？皇上，皇上，快去进城！以大行皇帝身后之事，皇后和太子竟然如此怠慢。太傅大人，听闻陈妃娘娘薨了，想来是皇后娘娘去探看。那也先可将继王殿下请来呀。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不在，即便是继王殿下来了，很多事情也是议不了的，比如说遗诏之事，还有新君登基之事。大行皇帝并未留下遗诏，在这紧要关头，无论是何缘由，皇后都不该不在陵前为大行皇帝守灵。如此作为，是对大行皇帝之大不敬。太傅大人，慎言。再去催催皇后娘娘。是。
这个颜色是你最喜爱的，穿着它去见皇上，你该是欢喜的。娘娘，寇大人在宫门外求见。寇大人，寇准，正是。他是来见皇上的，允他入宫。是。老臣回来了，老爷，陛下，陛下，陛下，老臣回来了，老臣来迟了，来迟了，老臣来迟了，来迟了，陛下。惜别经年，老臣夙夜忧叹。叹当初未与陛下面此之害，忧陛下久阴重，身体是否康泰？可是没曾想，没曾想啊！你我君臣曾几步对望。而今咫尺，却已阴阳永隔。陛下，原来这君臣际会皆有定数。犹记你我少时相识，乃是意气风发的相望。老臣一腔孤勇。幸得陛下之遇，因父君臣曾肝胆相照，沙场退了去，君臣曾意气相投，共饮酒一樽。唯有天在上，更无山与情，乃是老臣的天。老臣的君，一如老臣的父心啊！所谓忠臣不顺，时而取宠，烈士不息，死而投生。老臣也曾犯言直谏，也曾忤逆帝心，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四变四诏，赵承恩，穆贬黜，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不惜百死报君恩。万道河，千重山，推车覆舟，数度来回，一双草鞋踏破，终是走进了你我这条君臣路啊！陛下，陛下，
此次接到诏反诏书，老臣诚惶诚恐，庙堂路远，老臣病故之理，年已冒倦，怕无力金戈铁马，有负陛下怜臣之心。然又恐客死他乡，一抔黄土收白骨。然承陛下含天下之量，不奢求从头再来，唯愿少时之日先未断。可哪曾想啊，吾人惜死，仅是这最后一面，也不容臣再见上一见呐！陛下，陛下，老臣还有多少天下谋要与君共商？老臣还有多少犯上言未向君直谏？九重天高，御前青鸟觅君踪，黄泉路远，老臣愿誓死相随。陛下，你可等臣一等啊，等臣一等啊！陛下，启禀娘娘，太医以为寇大人做了诊断，大人是哀痛至极，思绪过激，以致晕厥过去，并无大碍。让太医好好看着。是。大娘娘，皇嫂。启禀娘娘，纪王妃忽而腹痛不止，为何腹痛会不止？速传太医去看看。纪王殿下，纪王，君为先，兄为长，纪王殿下还真是对大清皇帝深厚之事，足够懈怠轻忽。其实纪王殿下在与不在，都没多大干系。四姐，四姐，殿下，如何了？好多了。太医，定要保王妃母子平安。臣会尽力的。殿下，你此刻不该在这里。四姐，本王在乎什么，想要什么？你和本王在一起那么多年，难道还不明白吗？况且时至今日，本王身在何处又有什么区别？可妾身听闻，妾身的父亲也入宫了。那也改变不了什么了。你如今这般模样，本王舍不得呀。顾不得别的了，在本王心里，你和孩子比什么都重要。只怪妾身无能，不能帮助殿下，反而拖累于你。殿下，殿下，四姐。
王知道，本王知道。娘娘，皇上宴驾，还请娘娘和太子节哀。国不可一日无君，新君还得早日登基，主理政务，安排大行皇帝下葬事宜。皇上所言极是。先帝并未留下遗诏，今帝登基诏书是否由臣等共同拟定？谁说大清皇帝未曾留下遗命？大清皇帝口谕：皇太子赵祯，禹之元子，国之储君，仁孝自天，其宜承制，可以就前即皇帝位，然念其方在冲年，适龄庶务，保资皇序，属于母仪，亦尊皇后为皇太后，军国实权，兼取皇太后处分。苏大人，你所谓大清皇帝口谕，可有第二人能够证实呢？大清皇帝金口谕言，无下官之耳，下官岂敢假传圣谕？如此说来，皆是苏大人片面之词，难辨真伪呀。娘娘，太子，虽无大清皇帝口谕，皇太子应天顺时，即皇帝位，老臣不敢有异议。然太子位极做官，当选朝中贤能之臣，辅佐新君。太傅大人言下之意，不遵大清皇帝的遗命，反对太后垂帘临朝听政，原来是想做辅臣呐。太傅大人，新帝年幼，还望太傅大人莫动了别的心思。苏大人，有话不妨直言。下官是怕太傅大人自持忠义，想学上一学那三国的关云长，身在曹营心在汉，还念着那皇室传位旧制呢。老夫对大宋、对赵氏皇族、对大清皇帝，向来忠心耿耿，天地可鉴。老夫所言所行，皆为江山社稷，大宋江山代传，老夫绝无私心。好一个绝无私心呐！太后垂帘，亦或是辅臣辅政，老夫作为大宋的子民，大清皇帝的老师，还不能有立场，有谏言？难道任凭你苏大人专权擅事吗？苏大人，你费尽心机的想让太后垂帘，恐怕才是居心叵测吧。老夫倒差点忘了，苏大人该称皇后一声嫂嫂吧。太傅大人，苏大人，二位大人莫要再争辩。在大清皇帝灵柩之前，作为人臣，彼此指责劫难，剑拔弩张，岂不让帝陵难安？老夫以为，无论是苏大人说的太后垂帘，还是太傅大人的辅臣辅政，皆是为了新君，为了我大宋尽忠。娘娘，大清皇帝生前早已允娘娘与太子一道至前朝听政，太后娘娘才干卓越，有辅政之能。臣相信，太后垂帘更合圣心。娘娘，你与太子母子情深，臣也相信大清皇帝定会托孤于你。臣支持太后垂帘。臣附议。太后与太子朝夕相处，到底是比我们这些臣工们亲近许多。知道太子处理朝事，自然是最佳之人选。尔等一个个都是我大宋的国公之臣，竟然奉一个女人主政，父少母壮，
贫瘠司臣，离我不远也。太傅大人，臣既若是江山一族，尔等便是大宋的千古罪人。曹太傅，你多虑了。莫非太后要应下这垂帘之事吗？绝不可垂帘。哎呀，寇大人，娘娘，恕老臣直言，老臣曾与大行皇帝商议，让太子提前裹头出阁，行加冠之礼，至前朝听政，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娘娘参政。纲常礼法何在？寇大人，若真如你所讲，大行皇帝另留有遗诏，那必会交托于稳妥之人，然河宫上下无一人知晓此事。可存放遗诏之处，大行皇帝的寝宫、御书房、文德殿，乃至于这大庆殿，下官接待人一一仔细搜查询过，都无任何发现。下官之言，太傅不信，你也不信。可事实就是，大行皇帝确给下官留有口谕，下官不敢将自己比诸位大人更得大行皇帝的信主。但是保太子还是支持太后娘娘垂帘，大行皇帝圣明，至少下官对此事确会比旁人更加尽心几分。苏大人是为了家人尽心，而老夫是为了大行皇帝尽忠。寇大人，你是非要曲解下官之意吗？好了，老夫不是3岁小儿，不是凭你3言2语就能蒙蔽得过去的。寇大人定是要去寻找那很有可能不存在的亲书遗诏。你也说了，是有可能不存在，那么也有可能存在喽。娘娘，老臣想见一见大行皇帝生前的内侍总管张景宗。奴婢参见皇后娘娘。张公公可站着说话。谢娘娘。娘娘，诸位大人，奴婢从未听大行皇帝提起过，也并没有见大行皇帝书写过遗诏之事。至于苏大人所说的口谕，奴婢真是不太清楚。不过，依奴婢陪伴先帝这么多年，凭主仆之间的感觉，奴婢以为大行皇帝在去泰山之前，已经感知了自己的大限。
娘娘，老臣的揣测果然不错，大行皇帝一定是留下了遗诏，此遗诏必须循得。大行皇帝身后诸般事宜都必须按照遗诏来执行，特别是辅政一事，遗诏之中让垂帘便垂帘，让选辅政大臣就选辅政大臣。娘娘，老臣赞同寇大人之言。寇大人，依你方才之言，你反对太后垂帘，只不过是因为没有大行皇帝的遗诏。丁某人还以为寇大人是真心为了大行皇帝的身后事以及辅政之事而考虑呢。老夫这不是在考虑吗？寇大人，难道你真是因为未见到大行皇帝的最后一面，才有如此不可理喻的想法吗？好了，二位大人，不必刻意阻挠老夫，这遗诏，老夫是寻定了。娘娘，张公公，请你再仔细地想一想，大行皇帝生前是否有什么异常之举，特别是在去泰山封禅之前。异常之举，并没有什么异常之举啊。那大行皇帝去泰山之前，去过陈妃娘娘的宫中，这算异常之举吗？陈妃娘娘啊，对呀，大行皇帝很有可能将遗诏交给了久居冷宫之内的陈妃娘娘。苏大人，你曾经说过，因为遗诏之事问过这宫中所有的人，其中可包括陈妃娘娘？寇大人，陈妃娘娘已于昨日薨了。陈妃娘娘薨了，偏偏是在此时，这就更令人起疑了。说不定这遗诏就在陈妃娘娘的寝殿之中。娘娘，老臣请求搜宫。大人，并未找到。找，床榻、房梁、器皿都要仔细的找。是。若不让寇大人搜彻底了，再多的言论也是无谓之争。寇大人是因为过于悲伤才显得如此失态吗？这哪是在找遗诏，这是在胡闹。苏大人既然知晓，何不让其好好发泄发泄？更何况，寇大人此举也能让那些质疑先帝遗诏的人闭上嘴，不是吗？曹大人看的倒是透彻。谨遵先帝遗诏。哎呀，遗诏若是放在水里，早就泡化了。你们能不能长点心呐？是，王相。寇大人，没有。再搜，再找，每一处都仔细找过了吗？有，一定会有的。你们不能光看眼前看得见的东西，要看那些看不见的，藏在后面的，那才是最重要的。在早眼光过，为水波生夜，春朝雨寂静晨雪，正安发。只轻轻杨柳，
痴情盼着。东安然，只有后悔身世切。各尽一杯酒，各一句谈人生，最难欢聚一离别。切莫此真醉，听取阳关者，念故人，千里自此共鸣。月沉醉，听取阳关者，念